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公司新来的实习生自称董事长亲儿子，入职第一天就点名让我滚蛋，让我滚。问问你爸同意吗？面对我的质问，马屁精总监一脸谄媚，对我口出狂言。在顶级豪门公子面前，业务精英算个屁！你以为你这种瘪三也能惊动董事长？识相的收拾东西，赶紧滚！不是，他是董事长儿子，那我是谁？于是我笑着拨通了一个电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宁霄，你可以滚了，留在天豪集团只会是祸害。总监办公室，我刚刚放下新做的项目策划书，身后便传来一声怒吼。转身看见一个年轻人满脸桀骜地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小宁，你还不认识吧？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部门新来的实习生，当然他还是天豪集团的邵总。总监周涛点头哈腰，一脸谄媚地跑到实习生的身边。我来公司就是为了整顿不良风气，像宁霄这样的废物早就应该开除了，你们还留着他干什么？实习生没理会周涛，而是咄咄逼人地用手指着我，目的非常的明确，就是逼我卷铺盖走人。我跟他素不相识，这样针对我，难道就是因为早上在电梯口不小心撞了他一下？可当时我明明已经道了歉，你凭什么让我走？我不卑不亢地看着他，没想到我是这种态度。周涛恶狠狠瞪了我一眼，大胆，你是什么货色，竟敢用这样的口气跟邵总说话？他可是董事长唯一的儿子陆琛，你只不过是区区的一个销售精英，在顶级豪门公子的面前，你屁都算不上，翻脸不认人。我在天豪集团里面可以说是顶级精英一般的存在，每个月都拿销冠，我一个人的业绩可以养活一个部门。在今天之前，面前这个业务部门的总监周涛可是把我当祖宗一样的供着，每天都得看我脸色行事。但实习生陆琛一出现，他就变脸了。我是董事长陆天豪的儿子，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销售员。我现在让你滚，你就必须滚，再晚1分钟，信不信我让保安打断你的狗腿？陆琛迫不及待想要把我扫地出门，可能是因为我在公司太优秀，成为了他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早一点把我除之而后快。看着他那副嚣张的嘴脸，我心中也是产生了一丝疑惑。没有理由啊，我爸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在外面还有其他的儿子，因为我才是董事长陆天豪的亲生儿子。就凭你和董事长一个姓氏，能证明你是董事长的儿子吗？我提出了自己的质疑。我爸当初创业的时候，为了避免给我带来麻烦，让我跟我妈姓。既然你不到黄河心不死，那我就让你看看足够让你心服口服的证据。就在总监的办公室前面的陆琛掏出了他的手机，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一个神秘电话之后，还开了免提。我给我爸打电话，让你好好听听，我是不是董事长的儿子？10几秒之后，电话接通了，对面响起了一个熟悉而威严的声音：你今天刚去公司，一切还算顺利吧？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因为电话里面的那个人的确是公司董事长的声音。我让你去整顿公司，你就放开手脚的去干，我会做你最大的靠山。陆琛向我嚣张地笑了笑，然后恭恭敬敬地对电话里面的人说道：爸，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服从你的安排，把公司里面的绊脚石全都踢开，保证天豪集团以后会顺利运转。
听他们对话的意思，陆琛把我开除，一切都是董事长的安排。你表现得不错，好好干吧。等你干出成绩之后，公司的未来都会交给你。交代完之后，对面就挂了电话。而听到对面在电话里面的承诺，那个总监好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直接把文件啪的一声拍到了我的脸上。听到了没有？董事长已经说了，天豪集团将来会交给邵总。你这种废物还有什么好质疑的？竟敢公然质疑邵总的身份，仅此一条，足以开除你上百次了。在总监一声令下之后，我办公室里面的东西全都被他们丢到了垃圾桶。什么狗屁销售精英，在豪门公子面前一根毛都算不上，好走不送。所有的同事一起反水，平时他们就嫉妒我的能力，现在正好可以找个机会把我扫地出门，所以趁我还来不及反应，直接就把我在公司的账号什么的全都注销了。我辛辛苦苦在天豪集团取得的成绩，转眼间被一句话就抹杀，狼狈不堪的像个丧家之犬一样。被他们赶出来后，我咬紧牙关，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可对面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我开始有些慌了，因为我打的电话就是我爸的。我爸是天豪集团的董事长陆天豪，当初他把我送进天豪集团，告诉我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他要让我在公司里面锻炼，从基层做起，慢慢成长为可以执掌公司的大佬。可这才刚刚开始，却被另外一个从天而降的儿子给结束了。少爷，老爷现在在马来西亚，正在谈一笔重要的合同，谁的电话都打不进去，所以你不要着急。管家看到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赶紧端来一杯上好的咖啡，一边安慰我，一边帮我捶腿，想要让我的怒火迅速平息下来。王叔，我爸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躺在家中宽大豪华的别墅中，搅拌着杯子里面的咖啡，嗅着空气里面飘荡着浓郁的味道。我脑海里面一直在想，那个陆琛真的是我爸的私生子吗？我可以很明确的跟你保证，老爷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这个从天而降的所谓的私生子，一定另有文章。眼前的老管家是从小陪我爸一起长大，深得我爸的信任。我妈去世多年，我的生活起居什么的都交给老管家来照顾。而看到管家说的如此笃定，我心里面才稍微松了一口气。王叔，既然这是一颗钉子，我认为有必要亲手去把它拔除。就在此刻，业务总监周涛的电话打了进来。你在哪里？赶紧给我滚回来！在电话里面，周涛气势汹汹地对我说，带着命令的口吻，你的项目出问题了，可能给天豪集团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再不回来解决，我们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笑了，有事情求我，竟然还敢用这样的口气，他不是脑子进水了吧？天豪集团的事情跟我有半毛钱的关系，你们不是已经注销我的账号了吗？我有什么理由再回去？听到我在电话里面贴脸开大，毫不留情的一通狂怼，周涛差点就气晕死过去。而这时响起了陆琛的声音，我就不信没有他，这个地球就会停止转动。把项目策划书给我拿来，我亲自来解决这个问题。项目策划书出问题，甲方要求天价赔偿，这给天豪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听说这个策划方案是宁霄做的，因为他当时嫉妒邵总，故意在方案里面动了手脚，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如果不追究宁霄的法律责任，那这个世界上还有天理吗？一觉醒来，
公司的工作群爆了。原来策划方案在陆琛的一番胡搞之下出了大问题，甲方直接要求天价赔偿。陆琛和总监周涛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到我的身上，甚至在工作群里面散布我的谣言，说是因为我嫉妒陆琛才搞了这么一出，给天豪集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宁霄，你还有脸回来吗？当我坐着劳斯莱斯，穿着一身手工高定大摇大摆出现在公司的时候，那些还在讨论我的同事全都吃惊了。他现在是公司的罪人，回来就是自投罗网。这一身衣服看起来好贵的样子，比邵总穿的都气派。他是花重金租来和邵总攀比的吧？穿过议论纷纷的人群，我直奔董事长办公室，指纹解锁进去之后，坐在我爸经常办公的椅子上。当我从展览柜里面拿出一瓶天价红酒，刚刚打开，正要品尝之时，气势汹汹的周涛带着陆琛就冲了进来。宁霄，你这个混蛋，给我滚出去！周涛像是街头的泼皮，咆哮着冲过来就要抓我，被我反手一个耳光打了过去，当场愣住了。这是我家的办公室，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们这些疯狗别在我耳边嘤嘤狂吠，一句话直接让两人傻眼。特别看到我一身穿着打扮，这才是正版顶级富家公子应该有的配置。而几秒钟之后，陆琛趁我不注意，拿起桌子上的红酒瓶，一酒瓶把我砸翻在了地上。看我倒在地上之后，直接像条疯狗一样扑了上来，用脚踩着我的胸口，气急败坏地大叫了起来：什么样的牛马都敢来冒充我！这是我爸的办公室，是你这种货色在这里招摇撞骗的吗？劣质皮鞋散发出来的臭味差点熏得我晕倒过去，而我桀骜不驯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个小丑。你想干嘛？你很喜欢喝红酒吗？本少爷让你喝个够！陆琛拿起红酒瓶，向我脸上就泼了过来。就在红酒即将泼我一头一脸的时候，外面一个威严的声音像是炸雷一般的响起：放肆！接着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只见一个面色威严的中年人杀气腾腾地走进办公室。这小子是我们公司的销售，因为他的项目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前几天已经被开除了。今天他回到公司捣乱，被邵总现场抓住。如果没有邵总场面，真是无法控制。看到中年人走进来，马屁精总监赶紧跑过去，对陆琛就是一阵猛夸。而走进办公室的中年人正是天豪集团的董事长，我爸。他目光冰冷，扫过现场所有人的脸庞，最后落到了我的身上，眼里还闪过了一丝担忧。爸，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个家伙倒反天罡，差一点就把你的办公室拆了。看到董事长出现，陆琛赶紧收起刚才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像个温驯的小绵羊一样，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他的项目给公司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我发现之后就把他开除了。但是他心里想不通，还想回公司找麻烦。有我在天豪集团，任何人别想在公司找麻烦。说到这里，陆琛竟然挑了挑眉毛，他这做法就是想要在董事长面前邀功，想要得到一番夸赞，是吗？董事长面无表情，走过来之后，亲手弯腰把我从地上扶了起来。在这家公司里面，你想干嘛就干嘛，你是我的儿子，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你。听到董事长如此一说，陆琛就像是打的鸡血一样，看起来更来劲了，冲过来挡在我和董事长中间。这家伙是一个危险分子，他想报复天豪集团，
要不直接叫保安过来，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吧。闭嘴！董事长呵斥了一声，陆琛直接被吓了一跳，一脸茫然地看着董事长，好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你不跟我解释解释？你怎么突然间多出了一个儿子？我看着董事长，毫不留情地质问了这么一句。董事长的表情变得有些尴尬，苦笑了一下之后，赶紧跟我解释了起来。这件事情没有告诉你，是怕给你带来困扰，希望你不要误会。你是什么货色？凭什么董事长要跟你解释？陆琛的一句话直接打断了董事长的话，他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呼叫着外面的保安，想要把我从办公室赶走。忍无可忍的董事长抬手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在陆琛脸上。你在狗叫什么？当初看在你爸是我老战友的份上，我认你当了我的干儿子，可不是让你在我公司狐假虎威的。我这下明白了，原来陆琛是我爸认的干儿子。大学毕业后联系上我爸，想要来天豪集团锻炼锻炼，可是一进公司就把我这个董事长的亲儿子给开除了。董事长，既然邵总是你的干儿子，那也算你的儿子，在天豪集团当然有决策权。他开除这个废物，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听到董事长说陆琛是他的干儿子，旁边的周涛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在他看来，自己抱这条大腿是抱对了，只要把我往死里整，让陆琛高兴了，他将来就前途无量了。宁霄负责的项目出了大问题，害得我们公司要赔偿甲方，邵总毫不留情地对他进行惩罚。我们应该支持邵总英明的决定。本来以为这一通拍马屁能够得到董事长的赞赏，可周涛马屁拍完之后，发现董事长眼神里面全是杀气，他忍不住倒抽了一口凉气。你们这是干得挺好啊，把我亲生儿子开除了，我是不是要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一句话差点吓得陆琛和周涛跌倒在地上。当他们听到董事长亲口承认我之后，脸色一片刷白。对不起宁霄，不对，邵总，求你原谅我有眼无珠。脑子转得很快的周涛赶紧跑到我面前来赔礼道歉，我却不吃这一套，而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我已经被你们扫地出门了，别跟我玩这种有的没的，抱好你的大腿吧。周涛当场哑口无言，而此刻陆琛的脸色更加难看，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给我儿子道歉吗？我爸死死地盯着陆琛，我知道他的容忍度已经到达了极限。哥，求求你原谅我的莽撞，弟弟我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才那样冒犯了你，都是为了我们自家的公司。你能明白弟弟的苦心吗？无路可退的陆琛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我面前，装模作样的跟我道歉，但道歉的同时还想道德绑架我。看着他那副嘴脸，我刚想拒绝，办公室的电话又一次吵了起来。这是甲方打来的，天豪集团的人给我听好了，如果项目的问题再不解决，那就等着法庭上见吧。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陆琛，他刚刚来到公司，把我开除之后，强行修改了项目的计划，而他修改的内容让甲方非常的恼火。甲方不但终止了双方的合作，还向天豪集团提出高价索赔。这是你负责的项目，所有责任应该你一个人承担。我作证，是他私自篡改了项目策划书里面的内容，才导致这个项目失败，请董事长主持公道。就在陆琛把所有的锅都推到我身上的时候，见风使舵的周涛站了出来，指着陆琛的鼻子，当场就把陆琛举报了。气急败坏的陆琛
抡起拳头对着周涛就要动手。电话里面甲方的声音步步紧逼，再不解决问题，天豪集团就等着被起诉吧。全场一片寂静。就在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的时候，我轻描淡写地站了出来。其实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私自篡改的东西可以修复，所有条款都可以改变，只要大家诚心合作，还可以坐下来慢慢谈。当听到我的声音，甲方的口气一下子缓和了很多，直接在电话里面对我承诺，如果这个项目继续由你来负责的话，我们可以重新进行谈判，我们可以保证不起诉你们。那就一言为定。我通过短短的几句话，就把紧张的气氛彻底的解散了。我一直以来在跟甲方打交道，可以说是得到他们最大的信任，而董事长此刻也是拍板决定，从今天起，天豪集团所有的项目全部交给宁霄负责。有董事长这句话，我们就放心了。甲方挂断了电话，项目的进展也非常之快，就在1天之内就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不但双方合作愉快，而且甲方几个亿的尾款也是全部打到了公司的账户上。收到尾款之后，我爸作为一个董事长，正式召开了全体董事会，在董事会上把我任命为执行总裁，全盘负责公司的各项业务。爸，你不是说要锻炼我吗？为什么我没有一个职位？陆琛见自己被晾在一边，硬着头皮问了一句，而我爸的回答也非常的干脆：你的实习期已经满了，天豪集团的水浅装不下你这条巨龙，哪里来的回哪里去吧。被我爸下了逐客令之后，陆琛就像是死了爹妈一样哭丧着脸，愤愤不平地瞪了我一眼，收起东西狼狈不堪地溜走了。而那个业务总监周涛赶紧在我面前表忠心：邵总，恭喜你成为公司的执行总裁，从今天起我就是你最顺手的兵，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很好，带着你们部门的所有人去把辞职报告写了吧。我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群狗眼看人低的同事全部斩落马下。不愧是我的儿子，公司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对敌人还杀伐果断。看样子以后天豪集团交到你的手里面，我可以真正的放心了。处理完公司的事情之后，好久没回家的董事长我爸和我从公司的办公大楼坐电梯下楼，一边夸赞着我，一边走向了地下停车场。以后你个老家伙不要在外面搞这种不靠谱的事情，什么样的人都认为干儿子，眼光实在不行啊。我对我爸吐槽，我爸无奈地苦笑着摇了摇头，赶紧在我面前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还说如果再这样，马上就把天豪公司交给我。当我们父子二人有说有笑来到我们家专用车库的时候，我看到黑暗中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一闪而过，瞬间就多了一个念头。我爸来到了他那辆专用的加长林肯面前，正要打开车门坐上去，被我阻止了。防人之心不可无，还是要多加小心。经过我一番的仔细检查之后，我发现我爸的刹车管被人破坏了。看到刹车管里面漏出来的油，我爸的脸色一片雪白。这是有人想要我的命吗？如果把车开上路，在紧急状况下一踩刹车，必然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放心吧，老爸，你相信你儿子，马上就会把这个凶手给抓出来。我拍了拍老爸的肩膀，安慰他几句之后，带着他坐上了我的劳斯莱斯。我的车没有人动手脚，一路安全地开回到了家里面。回家之后，我直接来到了书房，打开电脑之后，
电脑上面的监控画面拍下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果然是你这个混蛋，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既然你敢对我爸痛下杀手，那就不要怪我对你手下无情了。监控画面里面的人，就是在董事会上被我爸赶走的陆琛。他出去之后，直奔地下室，发现没有监控的时候，拿出了事先藏好的工具，在我爸的豪车上造成了破坏。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其实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一个隐形摄像头拍了下来。大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女人带着一群记者把别墅包围了，说要让陆总出去澄清你们之间过去的恩恩怨怨。我把手里面的龙警察差一点被打翻在地上。听到说有个女人带着记者找上门来，我爸看起来好像也是慌了神，赶紧起身开门冲了出去。陆天豪，你这个老不死的，当初答应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现在有钱了就翻脸不认人是吧？你残忍地把我儿子赶出来，还当众羞辱他，你让我这个当妈的以后怎么活？一个中年妇女披头散发的在别墅门口撒泼打滚，陆琛就站在中年妇女的身边，像是受了委屈的小绵羊一样，在媒体面前控诉着我爸的罪行。原来天豪集团的董事长是一个渣男啊，光明正大的抛弃孤儿寡母，这个世道还有天理吗？像这样的狗男人就应该遭到谴责，最好把他送进去踩缝纫机。如果再不出来说明问题，你们天豪集团就等着倒闭吧。媒体一定会发动群众抵制天豪集团。在一片骂声之中，我爸硬着头皮走了出去，走到那个中年妇女的面前，想要弯腰把那个妇女扶起来，而且还劝说那个妇女，我说老嫂子，有什么话就好好说吧，把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啊。中年妇女一巴掌把我爸的手一下打开了，而且还紧紧地抱着我爸的裤腿，一边撕扯一边哀嚎着，大家快来看看啊，这个抛弃儿子的臭男人，自己住在大别墅里面，让他儿子在外面穷困潦倒，这世道还有天理吗？这女人果然是个泼妇，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陆琛的妈。当着所有的记者面颠倒黑白，把陆琛说成我爸儿子。如果被报道出去的话，我爸的名声肯定会被毁之一旦。都给我停下来，我这里有证据表明，这两人就是来我家诈骗的。我带着管家王叔来到了我爸的身后，一个眼神示意过去之后，王叔从自己的包里面拿出了一张字条。当初我多了一个心眼，让这个女人的老公写下了一个保证书，今天正好可以证明陆总的清白。陆琛和那个中年妇女当场傻眼了。我让王叔拿出来的字条，正是当初陆琛亲生父亲写下的保证书，上面已经说明了，我爸可以当他的干爹，但不会负责他任何事情。我好心资助你，没想到被你反咬一口，滚吧，白眼狼！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处理完之后，我把无比失望地看着陆琛母子，愤怒地转身离去。不管后面传来撕心裂肺的求饶声，他都没有一丁点的动摇。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你这个混蛋！今天如果不让你爸拿出1000万，信不信我跟你同归于尽？就在我爸离开之时，丧心病狂的陆琛突然拿出一把刀，像条疯狗一样冲了过来。趁我不注意，他一把将我抱住，直接就把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面。赶快让你爸给我1000万，买你的这条狗命，否则你就等着去死吧，是吗？他的话还没说完，我突然反手一个肘击，只听到咔嚓的一声脆响，陆琛的肋骨已经被我撞断了几根。
你可能不知道吧，我爸让我从小练拳击，就是为了防备你这种亡命之徒。陆琛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捂着胸口晃晃悠悠地倒了下去。而就在那个泼妇还要扑过来和我撕扯的时候，帽子叔叔及时赶到了。陆琛涉嫌谋杀，跟我们回去，我们将对你立案调查。当陆琛知道他在地下车库对我爸的车动手脚的视频被我交给帽子叔叔之后，他彻底的绝望了，两眼一黑，当场晕死了过去。半年之后，陆琛的判决书下来了，他因为绑架勒索罪加上危害别人安全罪，数罪并罚，被判刑10年。人生最好的光阴，他可能要在里面踩缝纫机度过了。陆琛他妈也因为包庇罪被抓了进去，反正也算是母子团圆。公司里面以周涛为首的所有败类全部被我肃清。天豪集团在我的治理之下，不但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而且还开拓了更大的市场。我爸最后把所有权力全都交给了我，自己和他的老管家开着车出去环游世界去了。从那天开始，天豪集团正式进入了我的时代，一切过往云烟，不足为提。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